就在前2天啊，教皇方济各死了，可到死他都没有达成他和中国重新修好的愿望。我们始终无法信任这群人啊，而究其原因，告诉大家啊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就是这群自称代表上帝的洋人们，他们竟然假借上帝之名，要求我们这边的信众们不要抗日，而且他们还竟然承认了所谓的伪满洲国。你没有听错啊，这都是他们曾干过的事儿。可我搜了一遍抖音啊，好像并没有谁去专门提一下这些事情啊。那好吧啊，既然如此，借着方老头的死啊，今天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段过往，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之所以不愿随意与之建交的原因。那咱们先说啊，为什么方老头那么想和中国复交啊？一个字儿，钱啊。梵蒂冈的财政主要是靠信众捐款的，但近年来欧美的信众们那已经不如过去有钱了，而且他自己还各种丑闻缠身啊。就比如2020年啊，梵蒂冈银行就被爆出协助意大利黑手党洗钱，2022年又不知道是哪个内鬼的不善管理啊，导致其出现了7000万欧元的财政赤字，从而被迫出售海外资产。2019年他们还涉嫌3.5亿英镑的利益输送，凡此种种，这已经让这帮天皇老爷们节衣缩食了。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我们快速崛起，而且本身就拥有最多信众的中国，成为了一种必然。那说完了这个前提啊，咱们再来讲讲这个群体的本质啊。最简单的话来说啊，假装政府的非政府组织，没有真正的生产力，靠一本编造的故事来骗钱的宣传队，一群嘴巴上全是仁慈怜悯，私下里全是生意的投机商人。总结起来一句话，他今天可以为了钱和我们建交，明天也可以因为钱而和我们翻脸。更重要的是啊，在我们弱小的时候，他们还妄图以牺牲我们来换取自身的利益。这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，他们曾要求我们中国的信众们放弃抗日的原因。毕竟啊，他身处意大利啊，意大利和日本啊，那当时可都是轴心国啊，同盟之间，你懂的。1932年，日本建立伪满洲国，而很快2年后，他就迅速承认了这个非法的政权。他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啊，他要保护教徒的利益，而这个利益呢，其实就是对方所承诺给他们的一笔每年20万里拉的传教经费。而七七事变之后，面对日寇的进一步入侵，他们不仅没有撤回对非法政权的承认，相反还在1938年通过其驻日代表签订了一份日梵协议，明确承认了日本在伪满洲内的特殊权益。他们还于1940年发布了一道通谕，要求啊，注意，不是呼吁，是要求中国天主教徒不要参与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，并且通过各地主教传达至基层的教会。所以大家现在知道我们和梵蒂冈根本的矛盾点在哪儿了吧？他们给出过一种说法，说教徒应该以灵魂救赎为目标，而不是去打仗。嘿，那这就有意思了啊！当年你十字军东征啊，一下子就打了8次，那又是为了救赎什么呢？到了我们这边，我们祖国都被入侵了，你又说你们不该打仗，你们应该救赎，我救你个鬼呀！好在几千年以来啊，中国人的社会那都是构架于世俗思想之上的，在中国啊，宗教只是一种补充，没有什么人会把宗教真的当成我们思想的核心。有用的时候啊，我就拿它来用一用啊，可他都劝我做亡国奴了，请问啊，我们还怎么能够再惯着他吗？而且在具体执行命令的时候啊，他们还做得非常的过分。比如南京教区的德籍主教于斌啊，他就曾禁止他的信众向抗日部队捐赠药品。再比如啊，教会学校还要求删除了我们关于岳飞、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内容。还有我们山西洪洞地区的一个主教，他公然声称说抗日者要坠入地狱等等等等。那面对这么一张张丑恶的嘴脸，我就问大家，咱们怎么可能不做出反击呢？我们怎么可能就这么放任不管，把自己的文化主权永远拱手让出呢？又怎么可能让我们的人民一直这么按照他人的利益，为了他人的财富去出卖我们自己的灵魂呢？而正因为如此啊，针对这一背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才坚决不与梵蒂冈往来。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相关组织，而组织的第一条就是爱国。说的再通俗一点啊，梵蒂冈那就是我们黑名单上的一个代号。他是精神的侵略者，而这个侵略者和他中世纪的时候相比啊，在本质上其实毫无改变，他的本质还是那么坏，唯一不同的是啊，他变弱了而已啊。